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這一場仗打到現在，有關於伊朗的戰力，現在說呢，已經來到了戰時工業化的生產模式哦。反而呢，尤其今天要關心的是無人機的產量，竟然是暴增了10倍。那麼飛彈回復率已經達到了70%。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角色在這邊特別來看到，瞭望1號正式的進場，美軍補給線還要能夠撐多久？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中東的戰局，伊朗它現在沒有被打垮就算了，還是越打越強的。因為我們特別就一些數據來看到，確實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在停火的空檔期間，特別關心到伊朗，它不管是飛彈或者是無人機的補充，都比戰前還要更快了。所以專家說，這個叫做進入戰時的工業化生產模式。特別來看到的是軍事媒體做的分析，攻擊型無人機，伊朗的產量現在竟然暴增了10倍，代表它還可以再進行大規模而且持續的一個打擊能力。再來就是成本了，我們之前節目上也特別強調了，自殺的無人機來自於伊朗的，它的價格只有數萬美元，但是美國跟以色列的攔截飛彈價格高達了數百萬美元。再來，來自《紐約時報》也做了一個最新的評估，是來自於美國情報官員自己說的。伊朗現在還有40%的攻擊型無人機跟60%的飛彈發射器。重點來了，在這個停火休息的期間，伊朗持續的把它挖出來，這一些深埋在山裡面的飛彈發射系統，結果挖完之後，發現它是可以恢復到戰前的70%的一個高數字，所以代表說，伊朗現在無人機的量暴增了10倍，飛彈恢復率達到70%。如果戰事再起，這種不對稱的消耗，到底美軍撐不撐得住？再來，我們先前也談過了，美軍的彈藥庫現在其實是非常的緊張的，還能不能夠撐得下去？呂艦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啊，其實這個是一種不對稱戰爭對於精確打擊的戰爭的2種比拼。那在這2種比拼裡面呢，那其實真正的問題就是價格。為什麼？因為我們講到說有關於這一個我們上一節提到的水雷啊，或者是我們現在講到的無人機啊，其實它相對於美軍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便宜的。那我們來看啊。這一張也就是這 CSIS 的統計啊，這個時間已經有大概2個禮拜的一個落差了。我們看到這個戰斧巡弋飛彈它已經消耗了850枚，但是呢，它原來額定明年可以新增加的只有190枚，那也就是其實它的庫存是不足的，然後它明年也跟不上。那如果我們比對一下2003年到2011年的這個伊拉克戰爭啊，它也不過才耗用了802顆飛彈，所以我們就講到現在耗用的數量是非常可怕的。那我們講的是攻擊的，那如果有關於防禦的，那第一個我們看到為什麼現在以色列其實它本身被打得很慘，因為它的各層的這種防禦啊，它其實有7層啊，那也就是最低的從鐵穹上面的大衛投石，再加上劍士2型、劍士3型，這是3層。那這4層，還有3層，也就是這有關於最低的這個，也就是鐵束，也就是雷射武器啊。雷射武器之外，它還加上美軍的愛國者跟薩德。那我們來看呢，以去年的12日戰爭來講的話，薩德在這一個區域，這個區域在哪裡？從約旦河西岸往特拉維夫方向看而已。那只有這一個部分的話，薩德就耗了39顆，但是明年就是以今年來講啊，薩德也只做32顆啊。那你根本補不足這個缺口嘛。那如果在海軍的話，其實我個人的研判啊，這一次的這個停火，其實伊朗是算錯的。為什麼？因為美國的所有的驅逐艦，它的無論是這一種戰斧巡弋飛彈，或者是各種的標準2型、標準3型、標準6型，大概都快打完了。你說要通過雙劍科目來運這個飛彈，當然不是不行，可以，但是
那耗時非常長。那你現在一停火，這火可好，通通都去靠港了，通通靠港去補充飛彈。因為我們來看啊，去年對不起，不是去年啊，之前在紅海的時候所發生的這一些，那還是拖鞋軍啊，還不是現在這種全面攻擊。我們就看到了美軍耗用了400枚的各式飛彈，那其中包括了我們看到120枚的標準2型，80枚的標準6型，那甚至還有用主炮來攻擊的啊。這個問題也就是啊，後來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一個美軍連星座級都不做了？為什麼？因為星座級它就有32個垂直發射系統，如果進入現在的這個飽和系統的飽和攻擊的它的這一個作戰環境之下的話，它幾乎等於沒有生存的能力啊。那這也就是我們講到說，其實伊朗還真的有很多的無人機沒飛出來。那我們講，如果大家去看這一個金融時報啊，它展示了去年已故的2個伊朗的這一個參謀總長，那以及他的陸軍陸軍總司令，他們去看了他們的無人機的工廠。第一個，它都是在地下，根本就是手搓出來的，也就是它没有一個正式像我們這種機械化的生產線，沒有，它就是人一個一個去就位做出來的。可是他看到的無人機至少還有2款，我們現在根本都沒看過。意思是什麼？現在打出來的都是舊型的，那新式的，那慢慢的一代一代推出的時候，其實這個才會造成美國海軍或是未來可能登陸的最大壓力。好，我們看到現在面對美以美國面對於伊朗的這個不對稱的消耗戰，除了說在武器上面他們慢慢的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面對的是人的一個壓力，因為呢，現在看起來伊朗啊，他們的要打美國的決心已經比以前還要更強烈了。特別我們來看到幾個關鍵人物，首先是伊朗的陸軍總司令，他喊話說戰鬥會持續到最後一滴血。再來就是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根據西方媒體的情報顯示說，穆吉塔巴在上一次的攻擊當中，造成他这個被飛彈攻擊，結果面目全非之外，還少了一隻腿哦。但是他還是持續的在床上展現決心，跟他的這些部屬們、他的下屬們持續的溝通，要他們繼續的整裝，並且他已經最新喊話說，整裝待發，準備讓敵人遭遇新的慘敗。再來就是現在整體的伊朗的內部的這個氣氛，現在最新看到是上千女性呢，她們持槍上街，年輕人他們也開始公開的宣示他們要參戰，甚至說要為國捐軀。現在看起來民間的力量也動員起來了。再來就是中國大陸，剛剛講到大陸的角色，大陸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包括它的情報艦瞭望1號在阿曼灣引發關注，它可以徵收到6000公里的這種電子徵收的一個範圍，收集美軍的電子的指紋，所以看起來伊朗全民皆兵，再加上來自於中國的情報艦，接下來在中東長期抗戰，美國有能力接招嗎？委員怎麼看？對，我剛才說過，這是中場休息之後的下半場開打了哦。那麼當然，這場戰爭其實一開始伊朗就有設定它應該有的節奏跟步驟嘛，就像剛才這個艦長提到的，他可能更頂尖的、更高端的武器都還沒拿出來用，他先用低階的、先用廉價的去耗一耗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戰力哦。那麼當然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它就是一個意志力的戰爭了，就是一場全民戰爭了。就是大家看看這個美國、以色列、伊朗這3方哦，他們全民的意志的程度不一樣的哦。就對美國來講，大部分的民眾是反戰的哦，所以到底川普能夠違逆民意撐多久，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麼第二個，對以色列來講，他們也是要全民作戰到底的哦。那麼伊朗當然更不用說了，準備跟以色列分個你死我活了哦。這場戰爭，伊朗準備了30年，犧牲了這麼多，如果就是稀里糊塗的就當做這個一場和談就結束掉了，那伊朗這些人都白死了哦。那這30年都白準備了。更重要的是，如果這一次不定畢其功於一役，美國跟以色列以後一定捲土再來哦。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伊朗這種全民皆兵哦，全民願意投入作戰的這種意志非常堅定的。所以如果大家來比拼這個所謂的韌性的時候哦，恐怕美國並不會是伊朗的對手。那麼更不要提到說，其實伊朗從一開始哦，就最近我們看到了很多來自於伊朗的學者的一些這個視頻哦，他們一開始就知道
最終一定要打地面戰的。他們從來沒有僥倖的認為說不會打地面戰，可是他們認為地面戰對美國來說就是地獄的這個大門了，就災難的開始了。為什麼？因為伊朗的地形哦，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形，伊朗的地形周邊是山脈啊，然後中間是高原，所以伊朗不是那個一馬平川的機械化部隊一登陸就可以從頭走到尾的。所以在這種過程當中，伊朗絕對有足夠的實力哦，利用它這個天然的地形，把美國的部隊耗死在這樣的一個格局裡頭啊，就好像我們當年打8年抗戰一樣，我們用空間去換時間。是。伊朗可以足足做得到，更不要講說他還有100萬部隊了。所以美國到底如果真的要打登陸戰，他到底要派多少部隊去登陸，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嘛，美國現在顯然他要避免打登陸戰，他就發明了另外一套東西。可是另外那套東西，我想剛才這個我艦長也幫大家分析過了，是你到底耐不耐打嘛？很顯然的，真的開打的時候，你就會要開始閃得比較遠一點了。那你閃得比較遠一點，你還能夠封鎖這個海峽嗎？那你更不要提到說這個國際間的你這個盟邦，大家可能會對華府施壓，說莫名其妙，我突破1個封鎖就夠慘了，你現在讓我突破2個封鎖哦，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對美國不利的。那更不用講曼德海峽了。那各位知道那個曼德海峽，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5公里。剛才這個永明兄幫大家分析過，25公里哦，25公里裡頭這個28公里哦，它28公里中間還被一個島隔了。所以呢，一邊呢只有3公里寬，另外一邊有25公里寬。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船只通過曼德海峽，在最窄的那個地方都只有25公里寬的寬度的航道，在那裡這個要實施封鎖，並不是這麼困難的哦。雖然這個也許效果不見得像荷姆茲海峽這麼好哦，但是它只要一旦封鎖，對全球來說，那就是另外一個衝擊了。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其實也把手伸進來了哦，就他派出來了這個瞭望1號嘛。那瞭望1號是對中國大陸來說是最新的這個戰略的預警艦哦，它有6個大型的球形的那個天線罩哦，然後還有8部大型的天線。它的功能是什麼呢？它可以在監控範圍6000公里，這6000公里的監控範圍之內，所有的什麼電子戰的訊號啦、衛星通訊啦、雷達頻率，它通通都可以偵收到。那它同時可以在空中鎖定1200個目標哦。所以如果它跟伊朗進行所謂的這個情報數據共享的話，它等於給了伊朗非常好的眼睛了，就有千里眼了。伊朗有100萬雄師，可他需要一個千里眼。伊朗只要能夠得到了瞭望1號的這個情報數據共享，那接下來伊朗要打哪裡，要這個防止哪裡的飛彈來襲，伊朗都可以輕鬆的應對跟掌握了。好，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伊朗哦，他現在如虎添翼哦，還拿到了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這個情報的資源之外，現在美軍哦，現在要更加的有壓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海上戰力哦受到影響。最基本的東西就是他們沒有吃飽，這是來自於今日美國的外媒做的報道，說他們的官兵在前線真的這個伙食非常的差尤其是迪利波里號跟林肯號上面呢，說這個餐盤裡面迪利波里號只有少量的碎肉對半的玉米餅，那林肯號的伙食只有少量的紅蘿蔔，還有這種乾硬的肉餅。軍人的家屬也爆料說，他們寄了很多的東西要給自己的這個軍人。自己的孩子，但是發現這些生活用品都寄不出去。再來五角大廈說這些消息都是假消息而已，但是呢，前線的照片流出來，現在看起來已經打擊了美軍的士氣。楊老師怎麼看？這些消息都是真消息。因為都有視頻，都有民間的這個 TikT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在傳。我也看了一些。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在這一次美國跟伊朗的對峙當中地理地緣因素就不斷的在擴大。過去我們看到美國打幾場順手的戰爭的時候呢，似乎這個地理地緣因素就不是那麼的關鍵。但是呢，在之前的阿富汗戰爭，美國是受創很深。這一次你看到伊朗在這個高原堡壘之上，它不只是說你不敢去打它的地面全面戰爭，然後呢，你對於它的就是能源設施你也不敢去動手。川普這2天說要威脅去打電廠哦。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打下去，伊朗回敬的話，那整個全球油價不就這個等於是飆飛一樣？另外，這個地理地緣什麼因素呢？美國在全世界有750個軍事基地，大概在中東有13到17個，其實大部分都在海灣地區以內。如果在中東以外的話，你就要經過紅海，或者是要到印度洋深度的那個叫做 Diego Garcia
非洲的東岸沒有什麼美國的軍事基地。要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第一個是補給、維修、官兵的休息，它有一定的就是除了政治跟經濟關係之外，它有一定的基礎建設。所以在這個裡面呢，他就把他的為什麼第5艦隊的總部放在巴林，在波斯灣裡面，因為這邊有相關的設施。現在這個巴林波斯灣整個進不去了，你要從哪裡去做補給呢？所以現在就是說，他必須要從就是東南亞啊，或者是要從地中海這邊來去做補給。而這2艘艦，不管是林肯號、迪利波里號，它都必須要因為現在封鎖伊朗港口，要在比較前端，雖然不敢太接近伊朗，可是，在前端的情況之下，你的補給總是有限。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中國大陸最近做了一款新的叫901綜合補給艦。那個綜合補給艦就跟隨着這個福建艦的一個大型的，就是補給艦，它就可以把航程延長1萬公里，整個相關的這個補給的設施帶了很多。這就是2個不同的思維。那一個是美國在全球設補給基地，另外一個呢是大陸自己本身做個大型的補給艦，跟隨着整個航空母艦群。美國的這種眾多補給這個基地型的這種作為，在這一次的波斯灣跟就是阿曼灣呢，就受到嚴重的考驗，因為伊朗把你整個封鎖，你過去賴以為補給的、休息的，你就不行。所以當福特號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就要跑到希臘去，他就要穿過曼德海峽、蘇伊士運河到希臘去。到了希臘還能再回來嗎？那現在美國各方面說，讓福特艦官兵回家吧，因為他們已經在艦上超過將近300天了，歷史上第一次這麼多天。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對於美國的軍方的士氣哈，以及整個補給哈，都會產生嚴重的打擊。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